哈喽，欢迎回来！原来有你塔罗，我是你的塔罗师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应景的主题，不知道你是否也感觉到了，随着天气渐渐转凉，空气中似乎也多了一丝让人渴望温暖、渴望连结的氛围。没错，2025年就快要走到尾声了，宇宙的能量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整合与冲刺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回顾与展望的时刻，尤其是在爱情方面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今年就要结束了，我的那个他或她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年底前还会有新的进展吗？所以，今天这个占卜就是专为你而设计的。我们要一起来探索年底前的命定桃花，谁会在11至12月向你靠近？以及他或他内心深处对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？这个占卜适合所有正在追寻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是单身，期待着一份新恋情的降临，或是正处于暧昧或暗恋阶段，想知道对方是否会有所行动，甚至是希望能与某个人复合，想了解年底前是否有这个契机。今天的占卜都希望能为你带来清晰的指引与温暖的力量。请记得，塔罗占卜是捕捉当下的宇宙能量，并提供一个可能的未来蓝图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内心，给予我们前进的 courage。未来永远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。那么，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为你准备的心灵指引。也请不吝啬地为这支影片点个赞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。好，在我们抽取牌组之前，让我们先花5分钟的时间，进行一个简单而强大的爱情能量净化。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无论是坐在椅子上，或是盘腿坐在地板上都可以。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，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你的呼吸上。吸气，感觉到一股温暖、纯净的能量从你的头顶缓缓地流入。这股能量是温柔的粉红色，就像你眼前这颗玫瑰石英一样，充满了爱与疗愈的频率。吐气，将身体里所有的紧张、焦虑，以及过去在感情中所受到的伤害，所累积的负面情绪，都随着这口气轻轻地释放出去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感觉这股粉红色的光芒流经你的眉心，让你的思绪变得平静，流经你的喉咙，让你未来在关系中的沟通充满真实与善意。它继续向下，来到你胸口的位置，你的心轮。在这里，让这股光芒停留久一点，感觉它像温暖的太阳一样，融化你心中那些可能已经结冰的角落。那些不安全感、不值得被爱的信念，都在这温暖的光芒中，一点一点地被净化、被转化。吐气，释放掉那些让你心痛的回忆，释放掉那些对爱的怀疑。现在，请在你的心中观想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，它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，这朵玫瑰都在慢慢的绽放。吸气，花瓣一片一片的展开，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吐气，感觉你的心也跟着一起敞开了。你正在告诉宇宙，你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去爱，也准备好被爱。你值得拥有一段健康、平衡、充满滋养的关系。请在心中默念，或跟着我一起轻声地说：我释放所有阻碍我获得真爱的旧有模式。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准备好迎接美好的爱情。我爱自己，也被宇宙深深的爱住。再一次，我释放所有阻碍我获得真爱的旧有模式。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准备好迎接美好的爱情。我爱自己，也被宇宙深深的爱住。很好，现在慢慢地将你的意识带回到你的身体，感觉一下你的手、你的脚，
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慢慢地睁开眼睛了。欢迎回来。希望这个简短的冥想能让你感觉到平静与放松。现在，我们的能量场已经清理干净，准备好接收宇宙要给我们的讯息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选牌环节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，请你凭借第一直觉，从左到右，选择一个最吸引你的物品。不需要想太多，就看看哪一个物品在这一刻最让你感觉到有连结，最让你心动。第一组是红玫瑰，第二组是粉水晶，第三组是爱心符号。选好了吗？如果需要更多时间，可以先按下暂停键。选好之后，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选择的组别，例如我选第一组，或留下一个玫瑰的表情符号，来加深你与这个选项的连结。那么，我们就从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开始。你可以根据下方的时间戳，直接跳转到你的解读部分。哈喽，选择第一组红玫瑰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哇，看到你们的牌组，我感觉到一股非常强烈，同时又在寻求平衡的能量。红玫瑰本身就像指着热情、激情与深刻的爱，而你们的牌组也完美地呼应了这一点。这里有恋人牌，有圣杯2，这都是非常强烈的关系连结牌。同时又有节制牌、焦黄牌和宝剑2，这说明你们的这段缘分不仅仅是化学反应，它还涉及到灵魂层面的整合、现实层面的承诺，以及内心深处的抉择。这是一段非常有深度，也非常值得探讨的关系。能量验证。在我们深入解读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验证，看看你最近的状态是不是符合牌组所呈现的能量。最近的你是否感觉自己正处于一个整合期或是选择期？你可能感觉生活中的某些层面，比如工作与感情、理性与感性，正在经历一重调和的过程。你很努力地想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同时，你的内心深处对于某个人或某段关系，可能正处于一个犹豫不决的状态。你看到了2种可能性，但你不太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。有时候，你甚至会选择暂时不去想，把问题搁置起来，因为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重要，也太困难了。此外，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刚刚结束了一段努力工作的时期，或者正在评估自己过去的付出是否值得。你对感情有一种务实的期待，你希望的不只是一时的火花，更是一段能够共同成长、彼此扶持的稳定关系。如果以上这些描述有任何一点触动了你，让你觉得没错，这就是在说我，那么恭喜你，这组讯息就是宇宙要给你的。请在留言区打上平衡，让我们一起接收这份指引。对方目前的状态与心境。那么，这位即将在年底向你靠近的他或她，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？看到牌组中的权杖国王、权杖皇后和权杖侍者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活力、有行动力，且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的人。权杖牌组代表着火元素，是关于热情、创造力与事业心。所以这个对象，他或她目前的生活重心，很可能放在事业的打拼和个人成长上。如果他是男性或能量偏阳性，那么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。他非常有远见，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规划。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可能正在带领一个团队，或是在开创自己的事业。他的能量是外放的，充满自信的，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焦点。如果她是女性或能量偏阴性，那么她同样是一位非常有魅力、独立自主的人。她热情、开朗，善于社交，同时又对生活充满了掌控力。
他现在的状态是享受着自己的独立，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地创造价值。有趣的是，这里同时出现了权杖侍者和2张权杖二，这暗示着，尽管这个人在事业上看起来如此果断和成功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也正处于一个探索新可能性的阶段。他可能刚刚完成一个大的专案，现在正在思考下一步该往哪里去，权杖二的规划。同时，这个人的内心也像权杖侍者一样，对新的事物、新的人充满了好奇心。他渴望冒险，渴望一些能点燃他生命热情的新鲜体验。所以总结一下，这个人目前非常专注于自我实现，事业心很强，但同时，他的内心也有一扇门是打开的，在渴望着新的故事发生。这个人不是一个会沉溺于悲伤或停滞不前的人，生活总是不断向前的。他对你的真实看法。那么，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是怎么看你的呢？这部分真的是太美好了。首先，恋人牌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讯号。在他的眼里，你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。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外表上的，更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共鸣和心意相通的感觉。他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能量是非常和谐的，沟通起来非常顺畅。他把你视为一个对的人，一个可以与他产生深刻连结的灵魂伴侣。紧接着的圣杯二，更是把这种连结感推到了极致。这张牌代表着情感的交流，平等的伙伴关系。在他看来，你和他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他非常欣赏你，也感觉到你同样欣赏他。他认为你们是平等的，是可以互相理解、互相支持的。他看你的时候，眼神里是充满了温柔和爱意的。他觉得你懂他，这份懂得对他来说千金难换。而皇后牌的出现，更是将你在他心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皇后牌代表着丰盛、滋养、温柔与创造力。在他的眼中，你是一个非常温暖、有包容心的人。你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很舒服、很放松，就像回到了家一样。他觉得你非常有女性魅力，无论你的生理性别是什么，你身上有一种能够孕育万物，让周遭变得更美好的强大能量。他觉得你很会照顾人，也很懂得享受生活。你就像一位皇后，既高贵又亲切，让他深深着迷。所以，他对你的看法是非常非常正面的。他认为你是一个既有灵魂深度恋人牌，又有情感温度圣杯二，同时还具备丰盛能量皇后牌的完美对象。他几乎把你放在了一个理想化的位置上。他是否会主动靠近？这个问题，牌组给出的答案非常有趣，可以说是会，但有一个前提。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关键牌：宝剑二、教皇牌和重复出现的权杖二。首先，这个人的行动力是毋庸置疑的。权杖国王和权杖皇后都是行动派，但是宝剑二的存在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犹豫。这个犹豫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他可能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最佳的时机。他正在权衡利弊，思考这段关系会对他现在的生活，尤其是事业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第二，他也可能在猜测你的心意。他害怕如果自己太主动，会不会吓到你，或者遭到拒绝。这种矛盾让他的行动暂时被卡住了。然后我们看到了教皇牌。教皇牌代表着传统、结构、承诺与责任。这张牌的出现，说明他对于靠近你这件事看得非常认真。他不是只想玩玩而已。他一旦决定要走向你，就是希望能建立一段稳定且被认可的正式关系。
他在思考的是未来，是如何把你纳入他的人生蓝图中。这重责任感让他的脚步变得更加谨慎。他需要确认自己真的准备好了，能够给你一个承诺。最后，2张权杖2的能量在这里被加倍了。权杖2是一张关于选择和规划的牌。他正站在一个岔路口，手握着象征自己世界的权杖，遥望着远方代表未来的另一根权杖。他正在深思熟虑，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所以，他会不会主动？会的。权杖的能量最终一定会转化为行动。但是，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厘清内心的矛盾。宝剑2，并且做好负起责任的心理准备。教皇牌，他的靠近不会是冲动的、轻率的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一个非常郑重的决定。关系发展时间线11月至12月。那么，这个重要的时刻最有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来看看时间线的提示。11月上半月对应钱币期，这段时间更像是一个观察与评估期，就像农夫看着自己辛苦耕耘的作物，思考何时收成一样。你们之间的能量还在酝酿，他会持续地观察你，评估这段关系的可能性。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互动，但不会有太大的突破。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阶段。11月下半月对应宝剑2，权杖2，这是他内心戏最足的时期。他的犹豫和规划会达到顶峰。你可能会感觉到他的能量有点忽冷忽热，或者有点捉摸不透。请理解，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，而是因为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内在抉择过程。12月上半月对应圣杯2，恋人牌，能量开始出现重大的转机。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临近，节日的氛围会催化他的情感。他内心的挣扎会慢慢结束，爱的能量会占据上风。他会越来越无法忽视你们之间那种强烈的连结。在这个时期，他主动联系你，约你见面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。12月下半月对应权杖国王、皇后、教皇牌，这是行动力最降的时期。他很可能会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，这可能是一个深情的告白，或者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约会邀请。他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。教皇牌的能量暗示着，他的目标是确立一段正式的关系，让你们的连结变得更加稳固。年底的跨年夜，对你们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关键且浪漫的时刻。你需要做什么准备？既然宇宙已经为你准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缘分，那么你可以做些什么来迎接它的到来呢？牌组给你的建议集中在节制牌、皇后牌和钱币8上。保持内在的平衡，节制牌，这是最重要的建议。宇宙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因为对方的忽冷忽热而跟着起伏不定。你需要做的是像节制牌中的天使一样，温柔而坚定地调和自己的内在能量，保持平常心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当你处于平衡状态时，你散发出的磁场才是最吸引人的。成为你自己的皇后，皇后牌，与其等待别人来爱你，不如先好好的爱自己。皇后牌提醒你要专注于滋养自己，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，让自己感觉到丰盛的事情。可以去享受一顿美食，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或者培养一个新的爱好。当你把自己活成皇后的姿态，你自然会吸引到国王来到你的身边。你的高价值感来源于你对自己的爱。专注于你自己的成长，钱币8，这张牌告诉我们，要把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的技能和价值上。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还是个人兴趣上，持续的精进自己。当对方还在犹豫和规划的时候，正是你提升自己的最佳时机。你的专注与才华
会成为最吸引他或他的闪光点。而且，当你拥有自己稳固的基础时，你在面对感情时也会更有底气，更不容易患得患失。这段缘分的本质，正缘、孽缘学习缘。从牌组来看，这段缘分的能量是非常正向且深刻的。这段关系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正缘或灵魂伴侣。恋人牌代表了灵魂层面的选择与吸引，而教皇牌则指向了世俗层面的承诺与结合。这两张大牌的同时出现，意味着这段缘分兼具了心灵的契合与现实的稳定性。它不仅仅是一段让你学习的学习缘，更是一段可以开花结果，走向长远未来的关系。宇宙安排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支持，共同成长，在灵魂与现实的层面上都达到和谐与圆满。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爱情显化练习，吸引真爱的肯定语。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迎接这段缘分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爱情显化练习。请你每天早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或者在心中重复以下几句肯定语：我处于完美的内在平衡中，我吸引着同样平衡的爱。我是丰盛的皇后或国王，我值得拥有一段深刻而忠诚的关系。我与我的灵魂伴侣在完美的时机相遇，我们的连结是神圣且被祝福的。我敞开心扉，迎接一段充满爱、尊重与共同成长的稳定关系。请相信语言的力量，也请相信你自己的力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给选择第一组红玫瑰的朋友们的所有讯息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读，请一定要按赞、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分享给可能需要这份指引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哈喽，选择第二组粉水晶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当我看到你们的牌组时，我脑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温柔的富足。粉水晶本身就代表住无条件的爱、疗愈与温柔。而你们的牌组出现了大量的钱币牌，钱币1、钱币2、钱币7、钱币皇后和宫廷人物牌，皇后、权杖皇后、圣杯国王、宝剑国王、钱币皇后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。它暗示着这段即将到来的缘分，不仅充满了情感的潜力，更与现实的稳定、个人的成熟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是一段奠基于现实，但却开出温柔花朵的深刻情感。能量验证。在我们正式开始解读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的确认。最近的你，是否正处于一个回顾与等待的状态？你可能常常会回想起过去的某些人或事，不一定是悲伤的，可能是一些温馨的回忆，或是一些让你觉得单纯美好的时光。你对感情的看法似乎也受到过去经验的一些影响。同时，你也像钱币7的农夫一样，正在耐心等待着某个结果。你已经付出了一些努力，无论是在提升自己，还是在某段关系中。现在你处于一个静待花开的阶段，心中既有期待，也可能有一丝不确定。另外，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不久前可能经历过一次心痛或失望，这个伤痛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，让你现在对于新的感情机会会保持着更加谨慎，甚至有点防备的态度。你渴望爱，但又害怕再次受伤。如果这些描述有触碰到你近期的心境，请在留言区打上疗愈，告诉宇宙你已经准备好向前看了。对方目前的状态与心境，这位将在年底与你靠近的他或她，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看到你们牌组中如此多的宫廷牌，我可以说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成熟且多面向的人。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小白，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非常立体的性格。这两张国王牌的出现，揭示了他内在的两个面向。一方面，他像圣杯国王一样，
情感非常丰富，内敛且富有同情心。他是一个懂得如何去爱，如何去关怀别人的人。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很好，不会轻易的大起大落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、稳定可靠的感觉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同时也是一位宝剑国王，这代表他的思维非常清晰、理性且有逻辑。他做决定时会依据事实和道理，而不是单纯凭感觉。他的言谈举止非常有条理，甚至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比较严肃、有距离感的印象。所以，这个人是一个外冷内热或情理兼备的复合体。他的外在表现可能是理智、冷静的，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有着非常温柔和感性的一面。他目前的状态就是很成功地整合了这两个面相。他在事业上，宝剑国王可能是个权威、专家；在人际关系上，圣杯国王又能做到体贴周到。此外，钱币皇后和权杖皇后也可能代表着这个人的特质，或者他生命中重要的女性形象。总体来说，这个对象是一个务实、钱币皇后，懂得享受生活，同时又充满活力与自信，权杖皇后的人。他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稳定，物质基础也相当不错，正在寻求一个能够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与他匹配的伴侣。他或他对你的真实看法。那么，这样一个成熟稳重的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呢？这部分的讯息非常温暖。首先，圣杯一的出现，意味着在他或他的心中，你是一个能够引发他深刻情感的人。你就像那只从云端伸出的手，为他带来了满意的爱与可能性。他对你有一种非常纯粹的好感和心动。他觉得你很善良，很有爱心。你的出现，让他那颗平静已久的心，再次泛起了涟漪。他看到了与你发展一段全新情感故事的巨大潜力。而圣杯六，则为这份情感增添了一丝熟悉与亲切的色彩。这有几种可能性。第一，你们可能是旧识，比如老同学、前同事，或者曾经有过短暂交集的人。他对你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过去那个美好的时刻。第二，即使你们是新认识的，他也觉得你给他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和你在一起，他会感到非常放松、自在，就像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。他觉得你很天真，很可爱，你勾起了他内心最柔软、最怀旧的那一部分。最后，皇后牌再次出现了，这说明在他的眼中，你具备了所有理想伴侣的特质。你温柔、大方，有包容心，并且充满了生命力。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值得被爱、被珍惜的人。他甚至会把你想象成未来可以一起组建家庭、共同生活的对象。你身上那种既能照顾人，又能享受生活的丰盛特质，深深地吸引着他。他认为能和你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。所以，他对你的看法是混合了全新的心动，圣杯一，熟悉的亲切感，圣杯六，和理想伴侣的憧憬，皇后牌。他对你的情感是非常真诚且深刻的。他或她是否会主动靠近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答案是会的，但会用一种非常务实和稳健的方式。让我们来看看钱币一、钱币二和权杖侍者。钱币一是一张代表具体机会的牌，这暗示着他的靠近不会只是空口说白话，而是会伴随着一个实际的、你看得见摸得住的行动。这可能是一个实质性的礼物，一个工作上的合作机会，或者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约会邀请。他希望为你们的关系奠定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。但是，钱币二的出现，说明他也在权衡和调度。这个人非常务实，他在行动之前，需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源来经营这段关系。他可能正在调度自己的工作，
生活和这份新萌生的情感。他的脚步看起来可能有点慢，但这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他太在乎了，希望把一切都安排妥当。那么，驱动他行动的火花在哪里呢？就在于权杖侍者。尽管他的内核是国王和皇后，但他心中依然住着一个充满好奇心和热情的侍者。你激发了他想要去探索、去冒险的冲动。他会被这股能量驱使，最终将他的规划钱币2转化为一个具体的行动钱币1。所以，他会主动。他的靠近方式可能不像火山爆发那样猛烈，但会像一颗种子落地生根一样，坚定而充满诚意。他会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，来让你感受到他的心意。关系发展时间线11月至12月。接下来，我们看看这份稳健的爱将如何在年底前展开。11月上半月对应钱币7，宝剑3，这段时间能量可能还比较沉静，甚至带有一丝疗伤的意味。如果你们或对方过去有过情感创伤，这个时期是内在疗愈和反思的阶段。他可能还在默默观察，而你可能也还在整理自己的心情。这是一个静待时机的时刻。11月下半月对应钱币2，圣杯6，互动开始悄悄地增加。他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怀旧、朋友般的方式来联系你，比如分享一个过去的趣事，或者问候你的近况。这段时间，他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，并努力在自己的忙碌生活中为你腾出时间和空间。12月上半月对应权杖侍者，圣杯1，情感的能量显著提升。节日的氛围让他内心的热情再也藏不住了，他会变得更加主动和勇敢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暧昧举动，或者是一个让你感到惊喜的邀约。新的情感火花在这个时期被正式点燃。12月下半月对应钱币1，皇后国王牌，这是关系确立的关键期。他会将那份心动转化为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实质性机会。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告白，或是一个共同规划未来的提议。他会让你清楚地感觉到他是认真的，希望给你一个稳定而丰盛的未来。这个年底，你们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新开始。你需要做什么准备？面对这样一段成熟而稳定的缘分，宇宙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？请看皇后牌、钱币皇后和权杖皇后。专注于自我价值与丰盛，皇后牌、钱币皇后牌组给你的讯息非常一致，把自己活成皇后的样子。这不仅仅是心态上的，也是现实层面的。好好的打理你的生活，让你的居住环境、你的财务状况都处于一个稳定而舒适的状态。当你由内而外都散发出这种富足的能量时，你自然就能吸引到同样频率的人。记住，你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来获得幸福，你自己就是幸福的源头。展现你的热情与自信，权杖皇后，在滋养内在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向外展现你的魅力。权杖皇后提醒你要活得自信、开朗，大方地去社交，去追求你的热情所在。不要因为害怕受伤就把自己隐藏起来。你的阳光和活力是吸引对方靠近的关键，让他看到你是一个独立、有趣且对生命充满热情的灵魂。疗愈过去的创伤，宝剑3的课题。虽然宝剑3揭示了伤痛，但它的出现也是一个疗愈的契机。你需要做的是正视这个伤口，允许自己去感受它，然后温柔地释放它。你可以透过写作、冥想或与信任的朋友倾诉来帮助自己。当你真正疗愈了自己，你才能完全敞开心扉，去迎接一份健康的新恋情，而不会把过去的阴影带到新的关系里。这段缘分的本质，正缘、孽缘斜杠学习缘。
这段缘分的能量非常稳定和健康。从钱币一和众多宫廷牌来看，这段关系有极大的潜力成为一段可开花结果的正缘。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连结，更是现实层面上的强强联手。你们都是成熟的个体，懂得如何经营关系，也愿意为未来共同努力。圣杯6的出现，也可能暗示这是一段再续前缘的缘分。你们可能在过去世有过约定，今生再次相遇，是为了完成彼此的课题，并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这是一段被祝福的，能够带来长久稳定和滋养的深刻关系。爱情显化练习，吸引真爱的肯定语。现在，让我们用积聚肯定语来锚定这份温柔而富足的爱情能量。我疗愈并是放过去，我值得拥有一份稳定而真诚的爱。我是丰盛的源头，我吸引着同样成熟、有担当的伴侣。我自信地展现我的魅力，我与我的理想伴侣在完美的时机相遇。我们的爱根植于现实，并在温柔与信任中成长。请每天对自己说这些话，感受它们在你内心深处生根发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给选择第2组粉水晶的朋友们的所有讯息。希望这份温柔而坚定的指引能帮助到你。如果你觉得有共鸣，请记得按赞、留言，并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哈喽，选择第3组爱心符号的朋友，你们好。深呼吸。当我翻开你们的牌组时，我感觉到一股非常强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宿命感的能量。你们的牌组中，大阿卡那牌占了绝大多数。我们有太阳牌、恋人牌、皇后牌、女祭司、倒吊人、恶魔牌、节制牌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。这说明你们即将在年底遇到的这段缘分，绝不是一段普通的恋情。它很可能是一段深刻的灵魂课题，是一段会彻底改变你，让你蜕变的关系。它的能量是极端的，既有太阳牌那样极致的光明与喜悦，也有恶魔牌那样深刻的欲望与课题。这是一段注定会让你的灵魂成长的缘分。能量验证。在我们揭开这段宿命故事的面纱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验证。最近的你，是否感觉自己的人生正处于一个暂停或卡关的状态？你可能感觉自己被困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你很想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，但又觉得时机未到，或者根本无从下手。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、反省，试图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你生命中的某些人或事。同时，你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拉扯。宝剑2，你可能在2个人、2种选择，或是留下与离开之间挣扎。这个决定让你非常疲惫，所以你选择了宝剑4的状态，暂时撤退，让自己的心休息一下。你渴望平静，渴望一个能让你喘口气的空间。如果这种卡住、矛盾和需要休息的感觉正是你近期的写照，那么请在留言区打上蜕变，因为这段停滞正是你华丽转身前的最后准备。对方目前的状态与心境。这位与你有着深刻灵魂连结的他或她，现在是怎样的状态呢？这个人的状态非常复杂，可以说是光明与阴影并存。首先，从比较挑战的层面来看，这个人目前可能正被某些世俗的欲望或现实的责任所捆绑。恶魔牌暗示着他可能在物质世界中有些执着，比如非常看重金钱、地位，或者沉溺于某种不健康的习惯或关系模式中。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恐惧和不安全感的。钱币4加降了这一点。他是一个比较固执、控制欲较强的人。他害怕改变，害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所以他会紧紧抓住不放，无论是金钱、关系还是旧有的信念。
他目前可能正处于一个比较固步自封、缺乏弹性的状态。他筑起了一道高墙，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。然而，这只是他的一面。在他的灵魂深处，他其实是一个直觉非常强、非常敏感的人。他的内心世界其实非常丰富，只是很少向外人展示。他能感觉到一些形而上的、神秘的连结。他的灵魂深处其实是渴望智慧与真理的。所以，这个人目前正处于一个内在极度矛盾的状态。他的物质自我恶魔牌和灵魂自我女祭司正在进行一场拉锯战。他被现实捆绑，但又隐约感觉到生命中还有更高层次的可能性。他对你的真实看法。那么，这样一个内心复杂的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呢？这部分的讯息简直就是石破天惊。首先，太阳牌，这是塔罗牌中最正面、最光明的一张牌。在他的眼中，你就是太阳。你的出现照亮了他那可能有些阴暗和停滞的生命。你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、喜悦和活力。他觉得你非常纯真、开朗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所有的烦恼和枷锁都被融化了。你让他看到了生命中最美好、最光明的一面。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如同阳光般耀眼的存在。接着是恋人牌，这说明他非常确定你们之间有着灵魂层面的深刻连结。他把你视为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一个能够与他的灵魂产生完美共鸣的伴侣。他内心深处非常渴望与你结合，他觉得你们天生就应该是一对。这种宿命感让他对你的感觉与对其他所有人都完全不同。最后又是皇后牌，在你身上，他看到了圆满的可能性。他觉得你温柔、丰盛，充满了包容的母性力量。你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安定下来、组建一个家的念头。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所有关于爱、关于幸福的美好想象。所以，他对你的看法是极度崇高和理想化的。你就像是他生命中的一道光，一个能够引领他走出内心困境、走向圆满的神圣存在。他对你的情感是混杂了崇拜、宿命感和深刻爱意的。他是否会主动靠近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，但在经历一场艰难的内在蜕变之后。让我们来看这几张关键牌：恶魔牌、圣杯8和宝剑2。他对你的感情如此强烈，为什么没有立刻行动？答案就在恶魔牌。他被自己内心的恐惧、执着和不安全感给捆绑住了。他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如太阳般耀眼的你，或者他害怕这段深刻的关系会彻底颠覆他目前所掌控的生活。这个枷锁是他主动靠近你的最大阻碍。但是，你的出现已经启动了他的转变。圣杯8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。这张牌代表着告别与追寻。为了走向你这片更广阔的天空，他必须要主动转身，离开那些让他感到安逸但内心空虚的旧有模式。8个圣杯。这可能意味着他需要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，或者放弃一个让他停滞不前的工作，又或者是彻底放下内心那些限制性的信念。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像倒吊人一样，是一个充满牺牲和痛苦的觉醒过程。他必须把自己颠倒过来，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他的靠近不会是立刻的。他需要先打败自己内心的恶魔，勇敢地走上圣杯8的道路。这个内在的战争会让他在宝剑2的能量中挣扎许久。关系发展时间线11月至12月。这段宿命般的蜕变之旅，在年底前会如何上演？11月上半月对应宝剑4，倒吊人，这是能量的停滞期。
他会处于深刻的内省和挣扎中。你可能会感觉到与他的连结变弱了，甚至暂时失联。请不要惊慌，这是他在进行自我转化的必要过程。这段时间，你需要给他，也给自己空间。11月下半月对应圣杯8，宝剑2，他开始做出艰难的决定。他会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停留在原地了，离开的念头会越来越强烈。他内心的拉扯会达到顶峰，这是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12月上半月对应节制牌，圣杯2，转机出现了。在经历了内在的风暴后，他的能量开始趋向平衡，节制牌。他会慢慢地整合自己的光明与阴影。在这个阶段，他会重新开始与你建立连结，圣杯2。可能会是一个试探性的讯息，或是一个充满歉意的解释。你们之间的能量会重新开始流动。12月下半月对应恋人牌，太阳牌，这是宿命的交汇点。完成了内在课题的他，会带着全新的能量，勇敢地走向你。他会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，恋人牌，将你们的关系带入阳光之下，太阳牌。这将是一个非常戏剧性、充满光与热的重逢或告白。这个年底，你们将迎来一个浴火重生后的全新开始。你需要做什么准备？面对这样一段深刻而充满挑战的缘分，宇宙希望你做好怎样的准备？请看女祭司、节制牌和皇后牌。连接你的内在智慧，女祭司，在对方经历混乱的时候，你需要成为那个最稳定、最清明的存在。女祭司提醒你要相信你的直觉，向内去寻找答案，而不是向外去索求。透过冥想、静心，去连接你内心深处的智慧。你的平静会成为引导对方走出迷雾的灯塔。保持耐心与平衡，节制牌，这段关系的课题急不得。节制牌告诉你，一切都在神圣的时机中有序地发生住。你需要做的就是耐心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调和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让这段关系的起伏过度影响你的情绪。保持平衡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保护。活出你的太阳与皇后能量，太阳牌、皇后牌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要为了等待它而熄灭自己的光芒。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去当你的太阳和皇后，去过你热爱的生活，去散发你的光与热。你的幸福和圆满从来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到来。你越是闪耀，就越能给对方带来蜕变的勇气和力量。这段缘分的本质，正缘、孽缘斜杠学习缘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段深刻的灵魂课题与业力关系，但它最终的走向是正缘。恶魔牌的存在，说明你们之间有着前世的纠葛和课题需要去解决。这段关系的初期可能会让你们体验到强烈的欲望、占有欲和痛苦的拉扯。这就是孽缘的部分，是你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阴影。然而，太阳牌、恋人牌、节制牌的出现，预示着只要你们能够勇敢地穿越这片阴影，最终迎来的将是灵魂的整合与圆满。这是一段学习缘，你们是彼此的老师，来帮助对方疗愈内心最深的创伤。而当课题完成后，你们的关系将会升华为最稳固、最光明的正缘。这是一段会让你们双方都彻底蜕变、浴火重生的神圣连结。爱情显化练习，吸引真爱的肯定语。为了支持你和对方顺利地通过这次灵魂的考验，请在心中时常默念这些话语：我连接内在的智慧与平静，我信任宇宙的完美时机。我是光，我是爱。我的光芒引导着我与我的灵魂伴侣走向疗愈与整合。我释放所有旧有的业力枷锁，我与我的伴侣在自由与真爱中结合。我们的关系是神圣的，我们共同穿越阴影，
迎向属于我们的太阳。请相信，你内在的力量足以应对一切挑战。好了，这就是给选择第3组爱心符号的所有讯息。我知道这组的能量非常强烈，希望今天的解读能为你带来清晰和力量。如果你觉得被触动了，请务必按赞、留言，让我知道你的感受，并将它分享给那些可能正在经历类似灵魂课题的朋友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完成了这次年底桃花的深度探索。无论你选择了哪一组，我都希望今天的讯息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与慰藉。请记住，爱情的样貌有千百种。第1组的朋友，你们的爱是关于平衡与承诺；第2组的朋友，你们的爱是关于温柔的富足与现实的稳定；而第3组的朋友，你们的爱则是一场深刻的灵魂蜕变之旅。每一种爱都有它独特的美丽与课题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段旅程中，永远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。当你把自己活成最完整的样子，你自然就会吸引到与你同频的、最适合你的那个人。年底的这2个月是一个充满奇迹与转变的时刻，请保持你敞开的心，相信宇宙正在为你安排最好的相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并分享出去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你选择了哪一组，以及这次占卜带给你的感受。你们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巨大能量。我是你的塔罗师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祝福大家在年底前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命定桃花。拜拜。